旅外大熊猫回国后的爆改效果有多绝，唯独暖暖体会到家道中落的滋味。暖暖在马来西亚可是有着公主待遇，每天上下班被奶爸抱着接送已经算了，平日里吃的竹笋都要切成小块。当暖暖呼呼大睡的时候，大马奶爸还拿着小零食投喂到嘴边。帮闺女按摩也是常有的事儿，只要暖暖不想出门上班，奶爸就拿着玩偶帮自家宝贝请假，小年纪就实现了上下班自由。这小妞还有专属的梳毛服务，这屁股刷的比某些熊猫的脸都干净。然而在国外被宠上天的暖暖回到老家彻底傻眼了，因为不会包竹笋还被奶妈单独上课。不过这小妞很快就适应了，没几天就抱着国内的笋子大快朵。这个挑食宝宝啊，你不是不吃国内笋子吗？从前的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她，还化身整活熊闲不下来，简直就是个上房揭瓦的野丫头。而小奇迹和暖暖恰恰相反，宝贝留学之前整日看饲养员脸色，就连吃个饭也是畏畏缩缩的。本以为这小子是懂事内向的性格，哪曾想他回国后被王奶爸宠成小孩子，仔仔这才认识到自己国宝的地位。自此之后，小奇迹逐渐放飞自我，平日里拆家拔树也就算了，干完坏事还要对着游客一脸嘚瑟，内心 OS 我是国宝能奈我何。这小子最大的变化还得是身材，因为神树坪伙食太好，就连王奶爸都直呼好大儿胖。而福宝回国前是2位爷爷的乖宝宝，虽然过着吃喝不愁的熊生，可照比他回国后才是天壤之别。宝贝拥有一大片竹林，平时想吃什么竹子都是奶爸去砍，小苹果胡萝卜更是一口一个，以至于这小妞逐渐释放本性，从财阀小公主爆改成社交达熊，不是爬上树偷窥邻居大叔医保，就是隔着墙和草和对话。俩熊还经常聊到大半夜不睡觉。香香回国前优雅端庄，看到老家的大山头之后彻底懵了，没几天就化身山里的野丫头，不是现场摇头表演舞狮，就是对着粉丝游客疯狂打招呼。没想到香香还有这一面呢。不过变化最大的熊猫还得是丫丫，虽然回国前瘦的皮包骨头，吃不上新鲜的竹笋，也没有玩具丰容，可他回国后是北东的团宠，李奶爸给他包笋黄连奶爸给他买玩具，还有专业的营养师搭配食材，以至于宝贝没多久就有了游泳圈双下巴，毛发更是白到发光，简直就是行走的白富美。丫丫之所以变化这么大，还得是国内饲养员用心的结果。原来于爱的爱是爱因斯坦的爱，合理怀疑他是靠智慧成为二馆长的。这天外场的吊床不小心打结了，游客还没看明白咋回事的时候，爱姐就已经爬上去咬住一根绳子，顺势倒地，直接借助身体的力量把绳子拽下来，原本还缠在一起的吊床恢复原样。这操作直接把现场的粉丝给看呆了。当外公扔给兄妹俩2个大笋后，于爱1秒都不带犹豫的从树上下来，在超近道冲向美食，这小妞都已经开始大口干饭了。此时的于可还迷迷糊糊的愣在原地，恨铁不成钢的小爱本想提示哥哥，结果对方只想吃白食。然而兄妹俩经过一番打斗后，于爱直接领着于可走到笋笋面前，睁大你的眼睛看看这是啥。难怪外公都忍不住夸奖孙女的小脑瓜。没想到了，但是于爱已经做到了。最好笑的是兄妹俩排排做干饭时，空有一身武力的于可非要抢妹妹手里的大竹笋，小爱才懒得和臭哥哥打闹闹，转头就去对方的餐桌上再拿一堆，内心 OS 你就可劲抢吧，反正不识数。这小妞还主打一个公平，从来不仗着自己会数数欺负熊宝贝，每次拿到笋笋都要平分。有一次于可拿起最后一根笋笋，小爱当即察觉到不对，直接从哥哥嘴里虎口夺食，光明正大拿走原本属于自己的笋笋。于可还不止一次被妹妹的高智商暴击，这天馆长为兄妹俩带来新丰容，随便打了个结就走人，简直是小瞧了我们足智多谋的爱姐。于爱爬上木架上，小手一拽，就把丰容成功搞垮掉，还挂在绳子上的大克子可就遭殃了。估计于可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自己当初到底为什么会掉下来。智商超群的爱姐甚至比饲养员还聪明。外公本想收玩具下班，却刚好被宝贝孙女目睹全程，气得于爱直接到门口堵住去路，像是在说放下，本馆长命令你放下。眼见对方迟迟不肯妥协，小爱一气之下直接动手抢走楼梯。后续是外公将玩具收走了，宝贝看到家里被搬空后瞬间抑郁，回个家都得摔门表示不满。别看爱姐脾气大不好惹，可她在关键时刻也是很暖心的。当妈妈不小心从木架上掉落时，宝贝直接冲上去接住，一旁的于可看到妹妹的操作都愣了。而这小子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也会被妹妹格外关照。小爱看到哥哥没来陪自己干饭后，宁愿扒拉着地上的笋皮，也要将唯一剩下的笋笋留给哥哥。宝贝叼到于可面前，看到对方大快朵颐的样子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就问聪明又暖心的小熊，谁能不爱呢？看到和奶爸坚持3年给妻仔拍照，才明白国内从不缺好的饲养员。起来，起来！奶爸一声呼喊，妻仔立马乖乖配合，父子俩早就有了默契。核心奶爸也真的把仔仔宠上了天。虽然基地有熊猫专用厨房，但奶爸还是经常给这小子开小灶，再忙也要亲手给好蛋儿做窝窝头。闻到香味儿的妻仔早早坐在门口等待老父亲投喂。起来，吃吧。
为了记录下毛孩子的成长，和奶爸还个人掏腰包买专业相机，宁愿加班也守在外场拍照。实际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特别还有些孤独孤单，就是我们自己找一点事。给他拍照，就去年一个冬天，我给他拍了4张32G 的卡。父子俩早就成了彼此的依靠，而核心奶爸不负责照顾七仔后，这小子依旧被基地饲养员轮流溺爱。当七仔肚子饿等加餐时，奶爸第一时间给好蛋儿递来胡萝卜，临走还不忘温柔地摸一下鼻头。这下谁敢相信七仔早就是孩子爹了？即便这小子调皮捣蛋，故意缩着小脑袋不配合上药，奶爸非但不生熊孩子的气，还满脸宠溺，用温柔的语气哄孩子。从这副表情就能看出七仔有多受宠。这天七仔耍赖皮不肯乖乖回家，非要等着隔壁的小女熊下班，奶爸才不会干涉对方，就这样坐在一旁耐心陪着好蛋儿，并且奶爸给毛孩子加餐的时候也要整整齐齐摆放好，凭实力给了好蛋儿满满的仪式感。而张虎奶爸更是将七仔当祖宗供着，其他熊猫不是靠行为训练，就是掉猫才能得到果果，可七仔连流程都不用走了，宝贝小嘴一张对方就心甘情愿投喂。要知道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爹的七仔，早就过了喝盆盆奶的年纪，但架不住饲养员宠孩子，奶爸每天都得催着这小子回家喝盆盆奶。奶爸平日里看起来严肃得很，可他看到自家小孩后，居然会用夹子音哄对方开心。吃竹子去，快吃竹子，听到没有？久而久之，这小子也很依赖奶爸，对方只是喊了声名字，宝贝确认后立马乖乖上前，真的很少见到七仔这么听话的样子，足以可见奶爸付出了多少爱意。没想到外人眼中的霸气主公，却是饲养员捧在手心里的乖宝宝。咸咸仔百米冲刺只是为了求抱抱，狐妹子的撒娇功力真的炉火纯青。面对咸咸仔的撒娇攻势，奶妈也很无奈，只能使出洪荒之力，单手抱着50多斤的毛孩子回家。别家小熊吃笋直接大块头，唯独咸咸仔还有专属仪式，非要抱一下奶妈才肯乖乖干饭。要先抱一下是不是？啊？要先抱一下再吃笋吗？啊？哦呦，抱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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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，李奶妈只是蹲着打扫卫生，咸咸仔也得趁机撒娇。小家伙直接爬到对方背上贴贴，还用脚丫勾住，生怕被放下。当奶妈抱着他回家不小心摔了一跤后，咸咸仔也会立马贴贴，生怕对方自责。只能说这小子成为狐妹子是有原因的。然而平日里懂事的乖宝宝，一到下班时间就耍赖，宝贝往木架上一躺，谁都喊不走，目的就是让奶妈抱着他回家。就连严肃的奶爸也被咸咸仔硬控了。每次抱孩子都是小心翼翼的，只能说这姿势像极了家长抱人类幼崽。相比之下，其他熊猫就没这个待遇了。大白兔仔直接被奶爸捂脸杀，擦个脸都快冒出来火星子了。同样是男熊，他和咸咸仔差距也太大了吧？还记得太老爷以前还是铁面无私，如今也被曾外孙给拿捏了，不是笑得满脸宠溺陪孩子玩水，就是把小家伙团成一团抱着回家。并且太老爷每次去外场的时候，都会第一时间走向咸咸仔，还满脸宠溺地抓着孩子的大脑门。然而这小子无时无刻都在施展媚术，往地上一坐，吃笋笋的时候也不忘含情脉脉地偷瞄奶爸一眼，对方立马上钩，忍不住摸摸孩子熊头。路过的饲养员咸咸仔都得聊一下，更别提帅气的实习奶爸。一向颜控的他看到对方秒变花痴。这天蕊蕊仔去找奶爸玩，小家伙看到后整个熊都不好了，立马上前凑热闹阻止姐姐的好事儿。只可惜奶爸没看到，转身就走。不死心的小家伙即便在内射，也得隔着栏杆撩帅哥，主动打招呼，这一幕简直萌化了。难怪土豆奶爸忍不住和孩子互动。当土豆奶爸抱起来小家伙的时，宝贝高兴的笑开了花，还不忘记摇手撒娇逗一下游客。对饲养员撒娇已经不能满足宝贝了，小家伙还经常找姐姐贴贴。只见原本还在玩木马的蕊蕊仔，下一秒就被废头子弟弟一头扎进怀里。当奶爸为姐弟俩准备小火车玩具后，咸咸仔立马爬上去找姐姐贴贴，感觉这小子一秒都不能和蕊蕊仔分开。狐妹子果然是传男不传女，很少见到咸咸仔这种爱撒娇的小熊。为什么花花和叶成年后还能住在一起？姐妹俩亲密无间的关系给出了答案。只见叶子一点点靠近花宝鸡，还蹑手蹑脚的一头扎进对方怀里。本以为这小妞找姐姐求抱抱，结果她下一秒就化身待宰宝妈，非要让花花趴在自己腿上休息。荷叶就差唱童谣哄怀里的姐姐午睡了。两小只大概是熊猫圈唯一和睦的姐妹，从没像艾九闰月那般互扇巴掌，更不会学习萌宝和萌玉整天互扯头花。即便是看上同一个玩具，懂事的花花也会主动让给妹妹。别家熊猫抢秋千打得不可开交，而到了花花荷叶这里，就是两大文臣之间的口舌之战。明明叶子武力值更强也不动手，两小只比的就是如何用唾沫击退对方。姐妹俩就连吃个饭也要贴贴。懂事的荷叶生怕姐姐够不到竹子，还特意帮对方拽过来，大大方方的让给花花先吃。前几天花花离奇失踪了，叶子一觉醒来发现姐姐不在，整个熊都不好了，不是上蹿下跳满屋子找姐姐，就是坐在小门口翘首以盼等着。
足以可见看似独立的荷叶有多依赖花花。这小妞虽然经常和姐姐贴贴，可她一看到对方呼呼大睡就不敢上前。宝贝不想打扰到花花的美梦，独自一熊在内场蹑手蹑脚的溜达，也不会叫醒老姐去陪自己玩耍。当两小只在外场玩闹的时候，荷叶看着秋千适龄直奔姐妹俩而来，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躲开，而是凑上前主动用身体挡住，生怕不懂事的玩具砸到姐姐的大头。这天他们俩正在外场小打小闹，可荷叶却无意间扇到姐姐。贴心的宝贝为表达歉意，还主动伸头让姐姐打自己，心想老姐我错了，你打回来吧。荷叶总是心甘情愿被姐姐胖揍，明明是自己占上风，可这小妞还是要让着花花，被欺负到满地找头也不会反击。可花花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小叶子却是能挡在姐姐前面的熊，不是帮姐姐报仇胖揍小伙伴，就是将对方护在身后，生怕二狗动手。当然花花也是妹妹的保护伞。荷叶一开始总是被不良游客欺负，经常用自拍杆钓猫诱导孩子，甚至还有嫌弃对方让他离开镜头的。花宝鸡心疼受欺负的妹妹，每次都将要荷叶搂在怀里安慰，小眼神还要盯着不良游客，像是在说你在欺负本局长妹妹试试看，还会将妹妹划入到自己的领地，一言不合就对着叶子标记，内心 OS 被我标记就是本局长的熊了。只能说花叶姐妹不分开是有原因的，两小只的关系早就亲密到形影不离了。